大家好，我是 Skim。相信看到标题和现在的画面，观众应该多少察觉到我去了一趟机场。事实上，我在日本入境放宽的第一天，10月13号，一大早就飞往东京，待了5天4夜，去拍摄了这次订阅1000人突破的3支影片。而作为打头阵的第一支影片，我实际走访了东京的44个闪耀色彩的取景地点，并且利用游戏内的 AR 拍照系统，尽可能的模拟游戏中的场景。希望你们会喜欢，也给以后有机会来东京想实际走访的人一点参考或方向。那废话不多说，让我们开始吧。首先来到 JR 日暮里站附近，距离车站3到5分钟的谷中银座商店街。受惠于没有被都市更新、2次世界大战以及关东大地震的影响，这里保留了很有复古气氛的街道。而被许多日剧取景的夕阳阶梯，也是 Hokura 的活动剧情开丹诺 Saki no Kimi 之中，黄昏中5人吃着可乐饼的地点。之所以被称为夕阳阶梯的原因，是因为黄昏的太阳将阳光洒落在阶梯上时的画面绝美而闻名。只可惜13号当天下雨，没办法拍摄到夕阳下的阶梯。此外，走进下方的商店街，回过头来面对商店街的门牌的话，不难发现这里就是宿舍组经常前去添购日用品的商店街。曾在文本中出现对领事和助理照顾有加的炸物店和超市，也很容易找得到哦。对日本稍微有点概念的人，我想没有人没听过浅草寺的名字，也只是东京观光的人气景点。小蜜的 PSSR 欧米库吉姆斯 B 马斯卡，卡图动画中身穿和服参与拍摄工作的地点，正是雷门走进去之后就在眼前的重建师通商店街。话说，即使那天雨不算小，依然感受得到人潮的来来往往，不得不佩服浅草寺的人气。紧接着往东京车站一带过去，这里去了2个地点。第一个是位于有乐町车站附近，活动剧情开丹诺 Saki no Kimi， 还有 I'm Very Very Sorry， 各自出现的花店都是以此为参考的。另一个地点是朝日生命大手町大楼，比较著名的场面是 OO 克朗头 No 克朗头。剧情尾声，美琴想起卢卡求他别走，同时听到妮奇卡和他的工作暂时分开时的背景。虽然改建工程已经在进行中，但还是能从外观看得出实景和游戏场景的相似。秋叶原作为亚洲甚至说是全球最盛名的2次元产业景点，闪耀色彩也以这里做了取景。近期安迪卡的活动剧情开不知那5大不用说。我们初次遇见东欧子的地点，就是在车站的电器街南侧出口走出去就能看到的街景。PSR Zafuko 一字母也是在这里取景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人设方面，喜欢玩游戏的田花 PSR 用亚一起亚摩诺嘎达里的演出动画里，也有一幕神似电器街南侧出口的景色。吃完加了塔可酱的南蛮鸡套餐当晚餐之后，就前往第一天的最后一个地点晴空塔，取代东京铁塔之后的最高地标，相信大家也是略有耳闻。雨天带来的云雾对拍摄的影响不小，虽然从下而上拍过去的画面有点奇幻的美，但实际买票到塔上之后，一开始完全拍不到外面的夜景，好险后来风逐渐把雾吹散，才有机会让夜景也融入照片里面。是说捷华的 PSSR 那一块场景中打的蓝光真的是很美，可惜没办法重现。早安啊，现在大概是日本时间的早上6点半左右，对吧？因为今天的行程比较多，所以要比较早起来，对啊，而且光是通勤的时间就要花1个小时多这样子，对啊，还有很多地方要跑。
昨天睡床是没有什么问题啊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睡觉的时候一直流汗这样子，导致起来的时候又要睡一下又醒来一下，睡一下又醒来一下，对吧？好吧，那赶快弄之后就要出发，我们要去今天的第2天的行程了，对吧？早餐久违在松屋解决之后，我依序从上野搭乘3手线到新宿，再转搭中央快速线，一路直达今天的第1站八王子车站。不过并没有要出站，因为目标是位于月台的哈尼兹堡。这是一间主要开设于车站里面，贩卖果汁、牛奶和优格等等食品的饮品店，主打采用当季蔬果的食材。虽说八王子分店在2021年停止营业，现在不可能完整重现出菜的 PSSR Happy Ink。好在店铺没有完全拆除，还是能多少借由外观去回味一下。折返回新宿之后，坐上京王线的列车。今天剩下的景点全都围绕在这条线的某个车站。如果你听到它的名字之后，或许不会感到讶异，因为14号的第2个行程就要直冲圣基英之丘车站。讲到闪耀色彩故事之中最重要的根据地283事务所，就是以圣基英之丘车站一带为基础去设计，包括了相当早期的 Support SSR Extension の日常。Illuminate 3人一同走出车站检票口的画面，就是圣基英之丘车站的西口。跃进剧情里，登之努力想和原乡搭上话的 Support SSR 夏优，也是发生在车站附近名为 La Pan 的一间面包店。店门口的人行道就是卡图中的背景。另外还有美姑的 PSSR King Ino no Genki 一派嘎鲁，阿萨希的 PSR Sakasama Seikai。也分别是在西口广场和从西口广场过斑马线的十字路口另一边，分别记录着圣基英之丘车站不同的区域。而走到西口广场的正对面，回头一看的场景应该不陌生，几乎每位偶像的故事都有出现的十字路口，都是以圣基英之丘车站为布景参考的。讲到这，或许有人会想，那283事务所在什么地方呢？如果你已经抵达刚才提到面对圣基英之丘车站的十字路口时，右手边走过2个有斑马线的路口，直到右手边出现一个停车场，可以看到多摩调理治国专门学校时，283事务所的猜测地点就会在你左手边对面的街道。当然，现实中并没有偶像事务所在，而是烧肉店和整骨院。可是，一旦拿游戏中事务所的外观来比较，相信还是会发现地理环境的相似度。不只是这样，当你照着上述的位置看着283事务所的参考地理环境时，其实自己也置身某张 PSSR 的场地之中哦，那就是杰华的阿美尼修库夫库。动画中杰华去牵车准备回去的地方，同时也是事务所在地理位置上斜对面的停车场。拍到这里也差不多中午了，剩下的地点还有点距离，所以就简单到 Curry Shop CNC 点了蔬菜咖喱，然后就继续下午的行程。通过了峡之关桥，逐渐拉高的坡度也暗示即将抵达下个地点——彩叶坡。除了譬如出现在雾子和自代子的故事之中的共同斜坡场景，甘奈的 PSSR Osanpo Sunlight， 乌云一扫而空的傍晚，他和制作人行走的斜坡，从背景的高楼可以推理出正是彩叶坡没错。斜坡的爬升幅度不大，慢慢走起来的感觉是蛮舒适的。一路上也不乏遇见慢跑中的行人。我也很顺利的走上接下来的地点——彩叶坡樱公园，也就是 Wing 时制作人初见真乃、火碎和美姑的地方。如果放晴的话，拍出来的感觉应该会更加接近。从公园门口的铁栏杆来看，术语的 PSR Overday Game 的美术图，同样是用这里来取景。还不只是这样，走进公园之后，往能俯瞰下方景色的区域来看，被铁丝网围住的景色和物质的 Support SR Kimi Sola Ga Sola 的美术图颇为神似，
以故事的脉络来说也很一致。看来这里就是两人近距离接触的地方了。跟彩叶坡有关的地点还剩下一处，游戏中藉由不同的视角，分别以2种形式呈现。第一是从彩叶坡阶梯上方俯瞰 ，PSSR 卡泽福库欧卡尼还有 Konen。恋中所站的地点正是阶梯的顶端，真实的场景也和卡图动画一样，可以把樱之丘住宅区的景色尽收眼底。第二则是经常出现，是剪在阶梯下方的正面图。当时我先联想到的是透的 Support SR Far， 因此选择透当拍照的偶像。来到了启田川之后，根据美估的 Support SRU Jono Hanafuki 的卡图，找到了十分相似的步道，花季的时候来应该更漂亮。距离下一个地点我没有搭车，花了将近1个小时左右，抵达了樱之丘公园的夕阳之丘。地方顾名思义拥有很好的视线，天空和城镇看得非常清楚。这里除了是树里和夏叶在 Support SR 以及帕里山 Z 头慢跑的地方，也是尼奇卡在 Wing 优胜之后，和制作人侃侃而谈对 Yakumo Nami 的看法，再次将耳机分给对方的地点。才走完快1个小时的路程，现在又得花1个小时多去下一个地方，真的好险我的随身充和导航够给力。沿路上的道路规划和街景，害我一度以为是不是跑错地方，好险后来还是到了。Sakimori Mikaeli no Toge， 又或者叫多摩丘陵帕洛拉玛之丘，是个白天适合健行，晚上则因为没有什么光害，也可以欣赏夜景的地方。话说走了1个多小时之后，看到上面还要爬一个很长的阶梯，真的一瞬间有在下面拍完了事的想法。这也是果穗的 Support SR Hokago A Go Go， 它和树里还有夏叶骑单车健行的地方。由于时间的缘故，第2天的巡礼在紧接在后的地方结束。鸟屋书店的多摩永山分店，我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，以至于书店的照明就算远远的看过去也很醒目。而且由于多摩永山分店的占地不输给超市的规模，光是随便逛逛都感觉出书籍的种类应有尽有。我也依照书柜的位置，找到真乃在 PSR Guzen Books 之中可能的位置，按下快门之后结束14号拍摄的部分。等到回旅馆附近的时候，已经累到没心情想吃什么，就近去了横滨家系用拉面解决晚餐。这今天是第3天了，对，没想到居然还可以正常的起得来，对，昨天说是说弄东西弄完之后早点睡，可是后来就发现自己睡不着，后来发现居然已经到1点多都还睡不着，这样子其实有点紧张，还好后来是准时的，大概6点的时候就起来了这样子。而且昨天因为有一些景点，因为过去的时间点也没有弄好，所以没有办法拍出自己想要拍的那个画面，这样，所以今天要赶快再过去。赶快过去把那个昨天没有拍完的补完，然后也今天的进度也要这样照常，对，所以今天是第3天了，对吧？唉，加油吧，对吧？为了补齐昨天缺少的进度，没吃早餐的我再次坐上京王线的列车，同样是回到京王永山站，不过这次学乖了，好好的坐公车到今天第1个拍摄地点永山五丁目。光说地名一定很多人没有概念。然而，如果我说这也是透和制作人在 Wing 相遇的地方，大家应该就想起来了吧？可能因为是星期六早上，也可能因为是住宅区，这里真的是挺宁静的，但仍然有遇到少部分的学生身穿制服要去学校的样子。后面的3个地点必须从圣基樱之丘车站出发，好在永山五丁目的站牌有经过。我就和昨天一样，再次拜访圣基樱之丘车站，跟着导航来到了府中四谷桥附近的河堤。这里也是光看名字很难有连接点，但如果看到画面的话，
肯定也能勾起许多人的记忆，是很多剧情都有登场的合体边。这里我直觉想到的是乌斯莫莫伊罗尼空嘎拉嘎德，而斯托罗梅利亚的三人在这里用说反话游戏解开心结的地方，所以让千雪、甘奈和田花做摄影代表。另外，这里也是联合活动剧情阿珍塔茨巴萨众人惊叹的地方，所以也让发钱的 Illumine 拍了一张。不过 Illumine 在这里还有一张照片，是三人在桥上看着风景的画面，也就是 Support SR and Coming Soon 出现的桥段。秋高气爽的日子，可以边在桥上散步边吹风，其实是很惬意的事。从金王线回去新宿的车程，为了弥补昨天遗漏的最后一个地点，我在金王多摩川站下了车，前往多摩川儿童公园。本以为也需要导航，结果那天当地举办了活动，跟着人潮之后很快就抵达了。稍微拍了一下当天的人潮。这也是 Support SR Watageno So 之中雾子和恋中散步的地点。下午开始的第一站在高原寺站附近，所以我顺道去了以前在东京住的地方阿佐之谷，找了蛮喜欢的沾面店解决午餐。来到下午的第一个地点，是位于高原寺站附近的阿兹玛透里修天凯。这里设有 7-Eleven 的十字路口，是角色前去便利商店的故事中几乎都有出现。这次联想到活动剧情 You're My Love Later， 甘奈去便利商店没被店员认出来的经过，让甘奈担任这次的摄影对象。随后我坐车回到了新宿，因为疫情和改建的缘故，很多地方只能无奈放弃，剩下东京都厅南展望室可以取景。不过一上去之后发现，从展望室看出去的景色真的不赖，基本上可以鸟瞰新宿的整个中心地带，而且上来一趟是完全免费的。这里依旧是拍摄甘奈的合影，因为这里是他的 PSSR Osampo Sunlight 特训动画之中出现过的场景。在我印象中，无论何时都是人潮汹涌的涩谷，是 Day 3最后的巡礼地点。打算首先从涩谷中心街着手，没想到光是过去就比想象中花了不少时间。好在中心街没有人山人海到完全拍不了照片，挑选了母美美、阿萨希跟爱一三位起初和制作人在这里相遇的偶像来拍照。紧接在后的地点相对比较隐秘，而且狭窄不影响经过的人流量，害我一直在等适合的拍照时间点。这里是西班牙坡，想要摄影的地方是画面上的砖红阶梯，也就是捷华的 PSR 我内该他打的秀九改 E 卡图中出现的地点。倒数第二个地点抵达的时候，我被店门口前的人潮有点吓到，仔细一看才知道有活动。在尼奇卡的 Wing 和 PSSR 马库罗瓦 Munsaki 之类的场景皆有出现的唱片行，实地参考的涛儿唱片涩谷店。除了是唱片专卖店之外，也是不少歌手或偶像举办现场活动的地方。而 Day 3最后也在涩谷站前十字路口 Support SR Toleance 的参考地点。这个以笑耶和恋中为主轴的卡图巡礼结束之后，宣告今天的行程告一段落。嗨 ，Hello， 早安。对啊，今天已经是圣地巡礼的第4天了。不过，其实圣地巡礼的部分的话，到今天就已经算正式结束。对啊，明天的话算是我自己个人要去一些地方，然后还要去办一些事情这样子。对啊，而且相对的今天的行程也变得比较少一点，比较轻松了。说是这么说啦，不过我看这2天我的小腿那个跟我抗议，用疼痛跟我发出严重的抗议这样子。
不过今天对了，刚刚也说了行程比较少一点，所以我可以慢慢的比较慢一点的去走这些行程，对吧？那我们就第4天的行程 ，Let's go。最后一天的第一站，顺着银座线从上野出发，目标是青山一丁目车站。实际走访的地点，则是明治神宫外院外头，两边一字排开的银杏走道。这里一直是打卡拍照的圣地。纵使此趟前来叶子没有黄成一片，但是从树根附近的银杏果实和黄叶，可以得知已经在慢慢变色了。或许11月中左右就会彻底换色。而聊到这里被闪耀色彩作为蓝本的地点，分别是果穗的 PSSR、福禄斯ロトル A 级。他听制作人提到银杏含有毒素一事，以及原香的 PSSR、銀行ビロバ。眼见制作人受到商店界的店家欢迎，调侃对方就算撇开工作，也把自己的事当作偶像管理的面面俱到。看来果穗和原香继 Support SSR 下优之后，无意间又多了一个共通点。尽管只有1站之隔，相比冲刺年轻活力却又喧嚣的涩谷，表参道在氛围上明显优雅，甚至有些慢活。高级商场林立的街道，也成为了闪耀色彩取景的地点。举凡捷华的 Support SSR、Hello、私の出雲通り、安迪卡5人一如往常聊天并且漫步的街道，又或者泛用场景之一，商场外熙熙攘攘的空间。实际走访一趟，然后比较一下，绝对不难察觉到游戏中的布景是对应表参道的地方。有机会来到这里的话，拍完照还先别急着离开，因为还有就在距离这里5分钟左右的地方，神宫前5丁目，这也是捷华的 PSSR、索瑞娜娜没有直布利马秀。卡图中他拿着相机到处拍摄的地点。波宽的十字路口，以及同一仰角能够拍摄到的电线杆，足以证明动画中的地点就是这里。最后的5个实地巡礼，其中有3个地点在台场。从台场海滨公园车站出来后，可以看到曾在背景考察影片提到，目前已经快要拆除完成的调色版成大摩天轮。事实上，登制的 PSSR Seikani Ikyo Hisomede， 其中取景的庆母 Labo Bodan Lace 也在附近。可惜的是，今年8月底确定停业，听说要转移到其他场地。至于靠近台场海滨公园的区域，才是这次的重点。第一个是出现在 PSSR Chocoilo Kira Kira Roman， 这代只和制作人在晚上见面的地方，是名叫 Dex 东京 Beach 的购物中心。也许因为假日的缘故，人潮的确是挺多的。这样的人潮似乎也延续到一旁的台场海滨公园，散步、沙滩活动，甚至是水上活动都有人参加。人群种类也很多样，情侣、家族、同性朋友和观光客，让人感受到这也是名副其实的热门景点。著名的水上巴士也照常营业。我抵达这里的时候，刚好遇到水上巴士折返过来。画面上看到可以让游客更接近海面的平台，就是 PSSR 马嘎里卡斗的烂位之中，树里坐下来表现出自己软弱一面的地点。虽然没办法让树里和动画一样坐下来，但光是实地来一趟，让它可以在同个场景重现，已经很满足了。台场的最后一个地点在新波鲁普罗姆纳多口岸 Westo 普罗姆纳多的区域，不论是昼夜的故事背景，都有出现在剧情中不少次。白天的时候可以拍出海景的美，晚上则因为灯光衬托出夜景的吸引力。这里我选摩耶美和笑月在这里合照，因为第一个联想到的是活动剧情 Mite Minu Furio Skude。从东京电讯站出发，搭乘京叶线到新木场站转车，一路坐到海滨木张车站。出车厢之后不出站，来到2号月台，往下一个车站的方向拍过去。
这就重现了 Support SSR Ultimate 九亚克的美术图，也就是领事和爱意偶遇之后，不巧坐过站之后的场景。再来就是今天的尾声，同时也代表这次东京闪耀色彩巡礼要画下句点的压轴。搭乘京叶线回头来到新喜志野站，走过大大小小的街道和路口，最后穿过一条被树荫遮蔽的走道之后，我来到了古今干系。作为国家指定鸟兽保护区，也是景色心旷神怡的河口湿地，前来的有些访客专线的健走，当然也有和我一样忙着拍照的人。来到这里的时间刚好是看得到夕阳的傍晚，阳光洒落在水面上，真的很绚丽。我因为好奇的缘故，西湖的两边都有过去，而两边能看到的景色也都是令人难忘的美。虽然透了卦来到这里的时间估计是中午左右，但是如果他知道这里的傍晚这么美丽，肯定也会想前来一趟吧。也许未来的某天，我们还会看见透在文本中，再次回到古今干系，到时候会是什么样的心情，也是令人在意呢。嗨，回来了。对啊，今天第4天的行程就全部跑完，那也代表说这次的283现地巡旅的影片也要在这边结束了，对啊。其实明天还有一天啊，不过明天比较像是去处理我自己想做的事情，然后还有我自己想要去跑的一些地方，对啊。那应该就不会放在这支影片里面了，对。我们可能会等之后开台的时候，我们再来聊，边聊天，然后边讲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对吧？好，那就先这样子吧，对吧？那我是 Skim， 希望你喜欢这次的1000人纪念订阅的第一支影片，对吧？那我们就下集见喽，拜拜。